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命中注定会遇到的那个人，你们前世所发生的故事，对方在这一世会带给你怎样的影响？那么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第一组牌我能够看到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这个人呢，他会给你带来很多人生上的改变，或者说他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木星回归带来的这种 benefits，就是说在你遇到对方之后，对方身上所携带的某种能量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和影响。而第二张牌呢是 12 House， 12宫带来的一种逃离，就是说你在遇到对方之后，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去逃离掉你所经历的那种枯燥和无聊的生活啊。12宫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所以说这种理想主义就是对方的到来会给你的人生注入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呢，抽到这张12宫，说明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拥有的是某种非常敏感的性格，你们害怕自己的生活完全失去控制，你们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而第三张牌呢是北焦点带来的 Life's Purpose， 人生的意义，就是说你命中注定遇到的这个人，他其实会给你的生活注入一些特殊的使命和意义，也许他本人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意义所在。和对方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不仅仅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当你们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对抗这个世界的孤独。其实这张牌它也暗示了与另一个人建立深度的联系，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所在。在能够看懂彼此的人面前，言语是不重要的，彼此的目光既没有审视，也没有不解，相似的灵魂能够得到慰藉，彼此映照而感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第四张牌呢是 Mercury Mind， 对方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人，你们彼此能够得到这种灵魂上的共鸣，也是因为你们的心意相通，而且彼此都有着天马行空的思维。那么这4张前世神谕卡呢，是你们在前世所发生的故事啊，虽然说这只是一些碎片般的回忆。那么第一张牌呢是 High Priest or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或者说祭司，你们两个人在前世可能说从事的是这种宗教神秘学方面的相关工作，你们两个人在这一世的话，也通常会有着天马行空的思维，这也是你们对于这种抽象的艺术或者说神秘学方面非常感兴趣的原因。而第二张牌呢是 Wars and Battles， 就是说你们所在的那个年代发生了很多的战争啊，所以说你们在这一世其实特别缺乏安全感。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Spouse， 伴侣和配偶。虽然说你们两个人在前一世有非常多的动荡，但是你们最后还是结为夫妻，成为彼此的人生伴侣。而第四张牌呢是 Lessons and Blessings，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的话，可能对方是你们的老师，或者说你是对方的老师，你们在上一世结下的这种联系，不仅仅会留存在上一世，还会延续到这一世，因为下方的这张 Blessings 代表的是你们在上一世对彼此的祝福会延续到这一世，并且陪伴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庇佑着你们。而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我们来看到这张宝剑2，代表的是你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们可能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会决定你未来的人生方向，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纠结且分裂的状态当中。那么这张牌代表的是你在遇到对方的时候，即将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而第二张牌呢，权杖骑士就是对方他所具体携带的一些性格方面的特质是一个火象星座，可能是狮子座、射手座或者说白羊座。
对方充满了这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并且会对你展开追求。而第3张牌力量牌呢，代表的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性格会互相补充，而且呢，对方他内心当中的野性、原始的冲动和欲望会被你们自身所携带的某种温柔所驯服，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一定是互相补充的。那么这只狮子呢，也可能对应的是你们自己，而这张力量牌呢，它就代表的是某种阴阳调和的能量。而第4张牌呢，圣杯3，也就是说你们相遇的这个场合呢，可能是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可能是某个狂欢、某个音乐节，或者说人很多的聚会。其实你们不用担心会错过彼此，因为你们的相遇是命运所安排的，你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会让你们在未来相遇。你可以把对方当成是你们人生道路尽头的一个礼物，是宇宙给你们的某种馈赠。对方的到来会让你们感觉到人生从未如此值得。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么第2组牌呢，我看到这4张，那么这4张占星卡呢，我看到它出现了2个星座牌，一个是水瓶座，还有一个是白羊座。那么这2个星座可能是你未来注定遇到的那个人，他自身所拥有的一些关于在这2个星座上面所共同的特质啊。首先呢 ，Aquarius 代表的是对方，这种水瓶座啊，代表的是对方身上所追求的某种或者说具备的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和倔强啊，也会带来某种反叛和多变，不按常理出牌。当你遇到对方的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这些矛盾，而他们自身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的特质，反而是对方吸引你们的地方，因为你们感觉到自己会和一个有趣的灵魂在互动。那么这张水瓶座也可以看到对方他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本身就是一个追逐潮流、走在时代最前列的这样一个人。而第2张白羊座呢，代表的是他自身还具备一些非常大胆勇敢的特质，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刺激和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给你带来的这种新鲜感和刺激，会让你感觉到生活是值得期待的。现在，你们之间相遇的话，可能说会非常非常的迅速的进入到一段关系，因为火元素代表的就是某种非常炙热的情感，会在未来让你们一见钟情，所以说我看到这一段感情，它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啊。你们在之前的这种感情当中，曾经过度的付出，过度的依赖，从而导致了过去的感情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但是呢，在我们占卜当中所提到的这段感情，未来你注定遇到的这个人，你们2个人是能够双向奔赴的，你们所付出的一些东西能够得到回应。而且呢，这张 Neptune 海王星代表的 sacrifice 牺牲，或者说你们会放弃掉一些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你们2个人能够在一起的代价，就是说可能会牺牲掉自己会得到的某个学业或者说事业上发展的一个机会。但是呢，Nico 我认为能够收获到一个完美的人生伴侣，放弃掉一些机会也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前世神谕卡呢，是你们在前世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故事啊。首先第1张牌就是 Food and Hunger， 你们在前世经历过或者遭受过这种饥荒、食物短缺，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在这一世会特别的热爱美食，总是缺乏对于美食的抵抗力。而第2张牌呢是 Knighthood 代表的是对方他是在前世具备的某种骑士精神，在上一世充当的是一个保护你的角色。而第3张牌呢是 Orphan 代表的是你们上一世是一个孤儿，所以说你们自身会特别的内心当中很匮乏，非常渴望爱，非常渴望拥有爱，非常渴望被爱。而第4张牌呢是 Living or Travel， 从这组占卜可以看到，你们未来注定遇到的这个人，你们2个人前世可能最终离开了你们
出生的地方而一起去旅行，或者说环游世界。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Temperance 节制牌，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克制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欲望它还代表的是未来你遇到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可能是你们在接受某种高等教育或者说某个培训的时候认识到的。因为这个节制牌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是高等教育或者说培训。而且呢，从节制牌可以看到你们自身的这种自我意识非常的强，凡事都爱随心所欲，那有的时候会造成欲望的过度放纵、熬夜、暴食、失眠。而第2张宝剑牌呢，也是你们自身的特质，你们在感情当中往往会因为一些或者说自己冲动而盲目的和对方在一起，敢爱敢恨，敢想敢做是你们的特质你们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你们曾经拥有过的感情你们可以允许自己走得很慢，但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后退，因为你们的人生的主题就是勇往直前。而第3张牌权杖9呢，代表的是你们过去感情当中曾经受到的创伤，还有这张宝剑3，其实也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打击。但是我在这组占卜当中依然看到了一个相信爱情、憧憬爱情的你们。那么在 Nico 我看来，这是一种在爱情当中的英雄主义，因为你们在过去曾经认清了爱情的真相，遭受过一些打击，但是你们依然热爱它。那些使我们最悲伤的一切，也是我们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牌，它就是第3宫 Messages， 代表的是你们相遇可能是在互联网上，或者说你们一开始的相识并不能够经常见面，处在一个异地，所以说只能通过互联网来保持联系。而第2张牌呢是 Solar Eclipse Revolution，那么对方的到来呢，会让你自身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 Revolution 代表的是一种变革和创新，可能对方在你的事业和学业上有非常大的帮助，他会帮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在对方的影响和鼓励下，你能够看到或者说发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而第3张牌呢，月亮牌Moon 带来的 Soul 灵魂，你们2个人的这种匹配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你们第一次见面就有这种灵魂上的共鸣。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你们来说，沉默和语言一样重要，因为你们能够理解对方的语言，同样也能够理解彼此的沉默，能够给予对方语言，也能够给予对方沉默。你们有时表达，有时忍耐，而这就是你们2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最好的相处方式。你们就像2个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一样，你们未来注定遇到的那个人，可能是过去曾经在你们生活当中的某个人，因为对方足够了解你们。而第4张牌呢 Cancer 巨蟹座带来的是某种共情能力，温柔且疗愈的力量。你们未来命中注定遇到的那个人，能够随时带给你们一种宾至如归的感情。你们2个人的精神内核都是温柔的，你们彼此依偎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尼采曾经说过，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就可以忍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活。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前世神谕卡呢，是你们前世你们2个人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故事第1张牌就是 Monk，说明你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前世是一个苦行僧，在不断的修行，所以说在前一世你们2个人注定是无法相爱的。而第2张牌呢 Wisdom， 对方在前世修行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人类、关于命运的智慧，所以说你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而第3张牌呢是 Imprisonment or Slavery， 对方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曾经被囚禁，或者说被奴役过，所以说你们的上一段感情你们上一世的感情会非常的曲折。而第4张牌呢是 Unrequited Love， 虽然对方他的这种所信仰的宗教让你们无法在一起，但是呢你们一直对对方不离不弃Unrequited Love 代表的是暗恋，所以说你们在前世会一直守护着对方。
而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第一张是吊人牌，吊人牌代表的是对方在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他处在一种被束缚和限制的状态当中啊。吊人牌代表的是他有很强的这种叛逆的精神，即使身处束缚当中也渴望自由，自身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同时也是一个老灵魂，经历过无数次的转世和重生。而第2张牌呢是女祭司，代表的是某种灵性方面的智慧，你们同样拥有超出自己年龄的悟性，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本质，但是你们通常选择看破不说破，你们不喜欢被束缚，不喜欢被命令，同时脱离了低级的趣味，有着非常高级的审美。从你们前世的这张牌可以看到啊，你们喜欢一个人也往往是从暗恋开始，不会轻易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第3张牌呢，圣杯4的逆位，你们生命当中注定要遇到的那个人，可能在过去已经和你们有过一个交集啊，只不过你们缺乏一个契机再次遇到。每一个人的出现和消失都有其意义中啊，你们无需知道，或者说无需强求，你们只需要顺其自然的全然融入当下，对方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而第4张牌呢是宝剑6，宝剑6这张牌呢代表的是你们2个人相遇之后，可能会一起去到一个非常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沿海城市，或者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水元素啊，你们在那里会开启你们人生的新的旅程，或者说在那里开启新的生活。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4组牌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大三角带来的一种祝福，那么这是大天使或者说宇宙给你们的一种祝福，它会庇佑你们，直到你们遇到生命当中那个注定要出现的人。而第2张牌呢，第3张牌分别是处女座和Sagittarius 射手座，说明你们命中注定遇到的那个人，他拥有处女座和射手座所共同携带的对应的一些特质，是一个胆大心细、思维严谨，对于感情有着很专一的态度，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倔强。那么射手座呢，对应的是对方有着一颗炙热的内心，那么生活呢，在对方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乐观、热情，喜欢挑战，永远不满足于现在的人生，永远年轻，永远热血沸腾。而第4张牌呢 Venus 带来的美，带来的是一种艺术。你们彼此的相遇可能是因为你们彼此对于某种艺术形式共同的热爱，或者说有着相同的审美，因为这种爱好让你们2个人走到一起。那接下来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呢，是你们在前世所发生的一些故事。首先呢，你们的故事发生在已经消失的王国亚特兰蒂斯。你们在前世或者说你们遇到的那个人，你们2个人的前世呢，可能从事的工作呢是某些救死扶伤，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啊，你们在前世积累了很多的福报，帮助了很多的人，你们在很多人的眼中被称为天使。而第4张牌呢是 Love Life，那么我们这组占卜当中抽到的这4张前世卡呢，其实没有其他组的前世那么具有戏剧性啊，因为从牌面来看，你们在前世拥有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人生，Love Life， 一个充满爱、充满治愈、充满幸福的前世生活，而你们在前世所积累的一些福报也会延续到这一世。那么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这张皇帝牌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成熟和理智的一面，你们的心理年龄远超你们的生理年龄。而第2张月亮牌的逆位呢，代表的是其实你们自身的性格会特别容易焦虑、浮躁、情绪化，尤其到了晚上会胡思乱想。那么出现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自身拥有很敏锐的直觉。那我想这张牌说明你们内心当中隐藏了很多的秘密和心事，你们给人的感觉会有一些神秘和变幻莫测。那么从这张逆位牌，我看到了你们被压抑的情绪，有内在的安全感，但是呢，你们要告诉自己，你们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你们的情绪是被理解的、被接受的，你们是安全的。
而第3张牌呢，星币2，代表的是你们时常会陷入到某种纠结，你们的这种性格呢也会特别的纠结，总是在犹豫不决当中错过一些机会，而这是你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第4张牌呢，是你们未来会进入到的这种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那权杖4这个数字在塔罗当中意味的或者说代表的就是某种稳定的力量。当你们遇到生命当中注定会出现的那个人的时候，就是你们人生的转折点，请耐心等待在你们人生当中起决定性瞬间的那个时刻，并且永远相信你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